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欢迎来到 Love Big D 频道。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在自建房过程中一个必经的程序，那就是申请建筑许可。OK， 话不多说，我们立刻开始。那么在申请建筑许可之前，我们首先要进行建筑设计，也就是说对这套房子进行设计。这个设计无关乎申请许可，你可以随时随地设计，但是在申请之前，或者说在建造房屋之前，这个设计应该首先要完成。那么关于这个建筑设计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没有房子是完美的，你在设计的时候跟设计师要充分的沟通，必须要有所取舍，因为这关乎到成本、外观、实用等等一系列因素，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各自的喜好，或者说根据各自的预算，要做好合理的规划，跟设计师充分的沟通。好，接下去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如果大家雇佣的是一个总承包商，也就是 General Contractor， 那么所有下面申请的事项都不再需要了，因为 General Contractor 会替你承包所有的申请建筑许可的申请。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主要是针对两类朋友，一类是完全自建房，就是不雇佣任何承包商，完全自己动手把一栋房子造起来。第二呢，是自己作为总承包商，然后分别雇佣 subcontractor， 也就是分包商，比方说建地基啊，比方说建框架，你分别去雇佣不同的承包商。那这种时候，自己作为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也就是总承包商，他需要去申请一些许可。OK， 那么我们首先说第一项。Soil test 就是土地测量。一般情况下，在土地测试的时候，建造新房子之前必须会进行土地测试，这是政府部门必须要求每个建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自己作为总承包商，那必须就自己得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在 soil test 的时候呢，我建议各位观众呢，要充分考量自己原先跟设计师设计过的这个房子的形状，因为如果你建造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土地上还 OK， 那么如果你建造在一个有坡度的平面上，比方说山坡啊，比方说湖边啊，那个时候你的土地测试必须要根据自己的房屋的形状进行适当的调整。比方说你这个房子是这种形状，那么一般在土地测试的时候，常规情况下土地测试公司只会选取2个点，也就是对角2个点。这种情况基于的是你这个土地比较平整，而且事先已经处理过了。那么万一碰到是山坡啊，或者是湖边啊，或者说湿地啊这种情况，那你可能这个土地测试公司就会要求你可能会增加测试点。当然增加测试点就会增加一些费用，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是在土地测试的时候必须要完成的工作。那么一般土壤测试或者说土地测试，它需要的周期大概是6到8周。6到8周。那么在此期间呢，其实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好，我们接下去说第2点。好，下面我们开始讲如何申请建筑许可。那么建筑许可在不同的地方有2种说法，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 construction permit， 有的说是 new building permit， 这都无所谓了。那么在申请这个过程中，主要涉及2大块。第一大块是关于 HOA 的，第2大块是关于市政方面的，也就是政府方面的。在 HOA 方面，一般你需要提交给 HOA 设计图纸。那么根据 HOA 的有些 CCRS、CCNRS
它的建筑规范，它会对一些墙面啊、建筑面积啊、外观、后院啊这些设施做一些规定，那你必须要提交给 HOA， 通过他们的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通过就 OK 了，这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在 City 和 County 这两个层面申请建筑许可的话，那取决于你这个地块的位置。如果你这个地块是 out of city limit， 那么只需要向 County 提交申请。那么如果你是在 city limit 之内的，那你不但需要向 city limit 提交申请，还需要向 County 提交申请。那么这其中呢，有些 city 呢，它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就是说，如果你向 city 提交了申请 ，city 会自动把你的申请材料递交给 County， 这样就省了一些步骤。那么在提交给 city 或者 County 的申请材料中，必须包括一些他们规定的项目。这些申请项目呢，你可以在 city 他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申请材料。那些申请材料相对来说它会列得比较明确，你只要提供你的电邮地址，他们会把这些申请的需要准备的材料发送给你，照单填写就 OK 了。那么这两部分申请的话，它需要的周期呢，一般在 HOA 的话，它需要2到4周。如果是 City 和 County 的话，一般需要30天。这是一个整个申请的过程。好，接下去我们就讲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 Engineering Design。因为你所有递交的材料递交给无论是 HOA 还是政府部门的，都基于 Engineering Design。那么 Engineering Design 里面包括结构设计、框架设计、管线排布设计、电力设计以及空调设施等等等等。这种的一个设计里面需要大概时间是4周。那么在这个设计过程之中，其实所有的 Engineering Design 和 Architecture Design 其实是配合起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需要跟工程师充分的沟通，因为根据设计图纸，可能用户会有一些变化，另外用户会有一些需求，另外设计师也会根据一些建筑规范，因为有时候用户提出的要求可能很难满足一些建筑规范，这时候大家需要有一些妥协，充分的沟通，才能做到这个房子最终的设计能够达成自己需要的这种状态。总体来说，就是说，无论是跟建筑设计还是 Engineering Design 的设计师进行沟通的话，大家都要有所取舍，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或者说想要做就能做到的，因为这受到很多东西的限制，比方说建筑规范的设计啊，比方说预算的限制啊，比方说地块的限制啊，受到很多限制，大家要有所妥协，有所取舍。好，那么在这个 Engineering Design 里面，我会附上一张政府部门需要申请的项目的这个截图，大家可以看看，可以保存一下。万一以后自己需要建房的话，大概知道会需要一些什么项目。好，最后一部分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下就是 Budget Report。无论你是雇佣总承包商，还是自己作为总承包商，或者说自己纯粹的不雇佣任何承包商自己来建房，一个 budget report 是非常要紧的，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造房造到最后都会超过预算。那么有些预算，有些部分的建设是可以省的，有些部分的建设是很难省掉的。那就在做这个 budget report 的时候，大家可以对自己花出去的钱有一个心理预期，或者说有一个计算，怎样才是合理的使用自己的资金。那么在这些 budget report 里面，有2大块大家基本上是省不掉的，一个是 foundation。
尤其是在德州，如果你做 budget report 的话，千万不要在 foundation 上省钱，因为这可能会今后会碰到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roofing。在德州的话，因为德州经常性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比方说大雨啊、大风啊，有时候会有冰雹什么。那么在德州建房，在 roofing 这一块，大家可能也不要太计较预算，因为假设一开始省钱的话，可能今后你维修啊或者是更换什么会花更多的钱，那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谢谢大家观看。